第11章，编要点，百折不挠，埋头苦干。传票飞来，重要文件，意外得来，一堂了案。化险为夷，帮助同道。取回执照，编修要点。名流续拔出版前后，枝节横生。我在齐州，除了凭吊李时珍的坟墓之外，又搜集了不少新鲜圆珠药材标本，同时还知道了许多中药材在市场上的别名，这是本草书上所没有的。此外，再拿到许多药材的价目单，其实当归的价格每斤只卖银元2元4角，防党参每斤不过银元1元2角，而至现在握管时，每斤当归已卖到港币112元，每斤鹿党参已涨到港币112元，每斤防党参已涨到港币80元，比之其时的售价真有天渊之别。要是那时的药物价目单我还保存着的话，互相比较一下，真是叫人难以置信。埋头苦干，传票飞来。我从齐州归来后，枕悟之下都在写述医药文稿和编著《中国药学大词典》。这一段时期，真可以说是闭门谢客，埋头苦干，外间什么事都不加闻问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忽然有一天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送来一张传票，我一看之下，原来是一位同道陆渊雷控诉我诽谤罪，要我赔偿名誉损失24000元。我对着这张传票呆了半天，心想法院中大小刑事案件总不过2-3千元，已是少见的大案件，即使遭遇到一件轰动社会的大刑事案，也不会超过4-5千元。怎么我会犯上这般滔天大祸？真使我好似堕入无里雾中，百思而不得其解。我和渊雷向来无冤无仇，有事相见，无非寒暄客套，从来不曾有过言语上的冲突。这次接到传票之后，我想了又想，足足想了一晚，找不出原因，不如直接到他的诊所，当面问他一个究竟。渊雷那时的诊所设在白客路、金凤阳路一条陋巷之中，找了好久才找到。他租的是一个亭子间，不过10尺乘12尺的地方，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之外，地上都堆满了书，旁边有一只卧榻，此外还有些锅炉杂物。原来他是居于40余寺的一个孤家寡人。渊雷见我突然立旨，觉得很诧异，讷然不知如何应付。我就开口请问他，我几时曾经诽谤过你，何以要控诉我赔偿24000元？况且你我同为医界中人，有什么事可以当面商量，何必要惊动法院告我一状呢？渊雷听了我的话，呆了好久，才说，你在你的《康健报》上看过一段医界短讯，说我要同我的医校女学生沈本眼结婚，而且加上些师生恋爱字样。要知道我是靠教书过活的，经你这样渲染描写的我人格扫地，由下学期起我已被学校解雇，所以我要你赔偿我24000元损失。因为你业务很好，听说从书局方面收到稿费近万元，还购屋买地，着实多了些钱，所以告你一状，要你花一些钱，也不过是9牛1毛而已。老实说，我一贫如洗，这个亭子间已欠了9个月租金，天天被房东要赶走。现在我已看定了古岭路、金黄河路、仁安里一间新屋，只好要老兄破抄了。假使你不肯的话，上了堂你也是必输无疑的，不如大家谈谈，数目是可以商量的。我听了他的话，也记不起《康健报》上登的短讯究竟是怎样写法，因为那时风气很古老，师生相恋在那时算是惊世骇俗的。我知道陆渊雷向来是川沙的一个小学教员，国学根底好得很，
后来他又参加运铁桥的中医函授学校，毕业之后就在函授学校中负责改科卷，不久就转撵受国医学院聘请，担任该校教务主任。但是他书呆子气息很重，想出来的念头都是书生之见。他以为这条短讯可以入我于罪，要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少钱了。当时的法院控票，只要由一位律师买一张法定的状纸，这种状纸每份连印花税在内收工本费大洋3元，而所偿的数目成千成万，可以任意填写，不像现在香港，小钱债案要缴多少送费，大钱债案要缴多少送费，所以那时兴讼是比较轻易的事。陆渊雷，1894至1955，中国医家，上海市川沙（今浦东新区）人，初研文学，后习中医，问业于运铁桥。曾与张次公等在上海合办上海国医学院。解放后，曾任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等。主要著作有《伤寒论今世》《金匮要略今世》《陆氏论医集》。我听渊雷的话之后，只觉他的书生之见太重，求才之欲太高。本来读书人轻易不肯言钱，但是他却痴心妄想的厉害，因此思想便钻进了牛角尖中，以为一指入宫门就可以守到钱来。我见到他起居上这般窘迫，深知他穷是实在的。我凝神想了半天，说：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既然为了想搬家，古岭路房屋的租值每月不过100多元，先付3个月租金也不过400元，再加上一些搬迁费，大概600元就能如愿了，何必狮子大开口呢？要知道，一个人赚钱，1000元与2000元就有很大的距离，何况上万的数目更是谈不到。我希望你想得明白些，最好撤回状纸，我送你600元作为了结吧。渊雷一听我的话，认为600元已经垂手可得，反而坚决不肯让步。他说：我请了一位律师汪孟潇，讲明树上开花案。所谓树上开花，即是请律师时不花钱，要等案子结束之后所得的赔偿费3、7分账。汪孟潇曾经表示过，他至少拿2000元，又要送法官1000元，所以即使我肯撤回传票，汪律师也是不肯罢休的。他说到这里，我再三地和他讲情，他简直不让我插口说一句话，我也只好懊丧而返。当晚我查出了《康健报》短讯的原文，并没有多大的侮辱，只是当时的风气不同而已。于是拜访姚公鹤老师，他是法权讲习所所长，在司法界门生极多。我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姚老师，姚老师听了我的话，极为生气。他说：你初入社会就一帆风顺，引起同道的嫉妒是必然的，但是你对人的态度不能一味谦和，以懦弱示人。你一懦弱，反而促使别人来欺凌你。孔子说的中庸之道，在此时此地是行不通的。要知道，中庸即是无用。这场官司要是你软化的话，此后接踵而来不可理喻的事还会多。所以这场官司你只能赢，不能输。你怎能亲自去向原告讲情呢？依着错就会着错。我要教你做人之道，无事不生事，有事不怕事。你不侵犯人是对的，但是人家侵犯到你头上，你一定要有办法去应付，那么以后的事就会消弭于无形了。他